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 Ray， 欢迎打开 M2 档案。今天说的这个案子非常著名，也极富争议，夸张到有人说这个案件差点把德国又分裂了一次。1981年3月6日，在德国北部城市吕贝克地方法院的法庭上一位31岁的单亲妈妈 Marianne 连开8枪，把奸杀了她女儿正在接受审判的凶手当场击毙。悲愤的母亲法庭复仇，亲手击毙杀女凶手，这种私刑算不算是正义呢？事发当天犯罪嫌疑人 Klaus 强奸杀害幼女案在吕贝克地方法院157号房间进行着。这个 Klaus 是个35岁的屠夫。1980年5月的一天，他把年仅7岁的女孩 Anna 诱骗到自己家里，兽性大发，性侵并残忍地杀害了 Anna。案件性质恶劣，然而案件审理到第3天的时候， Anna 的母亲 Marianne 进入法庭，她没有落座，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风衣口袋里掏出了藏着的手枪，连开8枪，枪枪致命，当庭就打死了凶手。完事儿Marianne 放下武器，压根儿没打算逃跑，而是平静地等待法警的逮捕。这个事件算是西德最著名的私刑司法案件了，当时也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报道和公众激烈的讨论。Marianne 被拘期间很多人支持她，甚至有人送礼物送鲜花到看守所。而另外一些反对的人则认为，法治社会就不该滥用私刑，他在庄严的法庭上藐视法律，简直可恨。当时西德和东德还没有统一，而媒体也是煽风点火，说民众在这个案件上的分歧足以把德国再分裂一次了。Marianne 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似乎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1950年6月，她出生在联邦德国，也就是当时的西德。她爸爸做过纳粹的党卫军，所以二战结束后从东普鲁士潜入了西德，隐姓埋名的生活。但他压根儿不是什么好爸爸，因为酗酒又凶狠好斗，年幼的 Marianne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家庭的温暖和关爱。爸妈离婚后她跟妈妈寄人篱下的生活在继父家，没想到情况更加糟糕，经常被继父打骂，而他妈也并没有保护她的意思，而是把这个问题少女彻底赶出了家门。没有了家庭和父母的管束， Marianne 度过了凄惨又放荡形骸的青春期。她在18岁之前就已经生了2个孩子，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济能力，最后都送给别人收养了。Anna 是她的第3个孩子，这个时候她也才22但是这次她决定要独自把 Anna 拉扯大。可问题是Marianne 在酒吧上班，工作都是夜班，而小 Anna 压根没人能帮忙照看，只能跟个小大人一样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妈妈上班呢，她就在酒吧里睡觉，等妈妈下班白天补觉的时候， Anna 就自己去上学，自己跟自己玩。可想而知这种生活方式和环境对一个几岁的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1980年5月5日这天早上，小 Anna 因为头一天晚上跟妈妈吵了架，所以就没乖乖去上学。她用逃学的方式想表达对妈妈的反抗。Anna 本来是想去找朋友玩，可是人家小朋友也都去上学了7岁的一小丫头就这么无所事事的在街头闲逛。其实 Marianne 最近也是对小 Anna 非常头疼，因为女儿的逆反越来越强，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也担心这么着下去对 Anna 的成长非常不利。换成别的母亲呢，可能会考虑为了女儿要么换个工作吧。可是 Marianne 再次想到了把孩子送人，于是她去找了认识的一对摄影师夫妇，商量着把 Anna 托付给他们收养。不幸的是就在妈妈讨论把她送人的这个下午，可怜的小 Anna 遇害了，永远的告别了这个对她不友好的世界。这天下午呢，一个年轻的女子神色惊慌地跑到了警察局，报告说自己的未婚夫杀害了一个小女孩。女子的未婚夫就是35岁的屠夫 Klaus。 警察对这个名字可不陌生，因为这个名字下面早就记录着几项性犯罪的前科。第一起犯案呢，是他试图性侵一个6岁的女孩，因为那个孩子拼了命的尖叫挣扎，他才不得不放弃。2年以后，他又被控性虐2名年轻女性。审判他的法庭委托专家对他进行了心理评估，结果是此人性本能异常，性犯罪上瘾。于是法庭判决把他送到心理治疗机构，并接受化学阉割。
其实为了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啊，美国、丹麦、德国、英国、瑞士等国家都有关于化学阉割的立法。咱们在社交媒体上现在也常常能看到对性侵犯实施化学阉割的呼吁啊。但是化学阉割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医学上来说啊，化学阉割就是给罪犯注射激素，降低他的这个睾丸激素浓度，这样子啊就能减少性冲动。那其实这种方式跟物理阉割相比已经非常人道了，因为并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永久性的物理变化，可以吃药，可以注射，停药后雄性激素就能恢复，完全是可逆的。当时德国的规定是如果接受了化学阉割就可以被释放，于是 Klaus 就接受了。2年以后啊，贼心不死的他就找到了一位泌尿科医生，说这个化学阉割对自己身体的副作用太大了，他现在有了未婚妻，想要组建家庭开始新生活了，他得重振雄风啊。法庭那边对他这个要求居然是批准，而那个泌尿科医生呢，就这么听了他的鬼话，并没有跟进调查他的犯罪记录。1980年的3月和4月啊，这个医生给 Klaus 注射了睾丸素，还开了其他的口服药。然后到了5月份啊，这个禽兽便把魔爪伸向了小安娜。小安娜其实是认识这个 Klaus 的，因为他们是邻居。安娜去过他家撸过猫。案发这天呢，趁着未婚妻不在家， Klaus 又以撸猫为诱饵，把安娜骗到他家，并且性侵了她。然后啊，他用未婚妻的丝袜勒死了安娜。未婚妻回家后看到了安娜的尸体，赶紧去警局报案。而那边的 Klaus 则像对待一只小猫一样，把安娜的尸体塞进了一个纸箱，埋到了河边，然后跑了。不过这个 Klaus 真的是又坏又蠢，自有天收。当天警方就把他给逮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边未婚妻不是报警去抓他吗？他呢，反而在家里给人家留了张字条，说他现在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未婚妻的陪伴，希望他能够在约定的时间在一家餐馆会合，然后俩人一起跑路。未婚妻又不傻啊，我早没发现你这个衣冠禽兽啊，现在大义灭亲还来不及呢，还跟你跑路。警察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那家餐馆逮人，没想到这个人渣真就在那家餐馆现身了。真不知道是不是医生啊，把这睾丸酮注射到他脑子里了。Marianne 在当晚得知了女儿被谋杀的消息后呢，没有悲愤填膺，没有哭天抢地，她拒绝去太平间辨认女儿的尸体，也不和警察说话。警察觉得这太奇怪了呀，从没有见过受害人家属是这么一个反应的，一时间呢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直到后来发生了那件事情，大家才知道，小安娜的遇害啊，可能在心理上彻底摧毁了 Marianne。她在愧疚中已经无法自拔，更加无法原谅自己对女儿的照顾不周。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自己已是万劫不复。但是啊，一定要把那个人拖下地狱。小安娜的葬礼在教堂举办， Marianne 取消了所有的传统宗教仪式，反而在教堂里大声播放 Pink Floyd 的摇滚乐。在审判 Klaus 的法庭上，人们忍受着他令人作呕的自我辩解。他提出这个7岁女孩对他进行敲诈勒索，说如果不给他5块钱，他就把 Klaus 摸他的事告诉妈妈。他害怕小安娜的诬告会把他送回心理治疗医院，并害他失去一切，所以呢，无奈的用未婚妻的丝袜勒死了安娜。法庭审理的时候啊 ，Marianne 就坐在前排，他几次忍不住站起来破口大骂这个杀害了自己女儿的怪物。开庭的第2天呢，警官对如何发现安娜尸体的描述啊，让很多人都不忍再听下去。而到了开庭的第3天， Klaus 被带上法庭，背对着入口落座。上午10点多呢， Marianne 从容地进入法庭，在 Klaus 身后大概3.5米的距离，掏出了贝瑞塔.22口径的手枪，连开8枪，7枪击中了 Klaus 的背部，没有给这个人渣一丝生还的机会，当场毙命。后来啊 ，Marianne 告诉媒体，我是想射他的脸来着，不幸的是我击中了他的背部，我希望他已经死了。Marianne 的前男友，也就是小安娜的亲生父亲，目睹了事情的经过，喃喃地说，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就是因为这句话呀，让很多人认为 Marianne 是有计划的准备了这次袭击，而不是激情杀人。而 Marianne 枪杀被告的案件也给检方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他肯定不能被赦免，因为私刑杀人的口子肯定不能开。可是民意汹涌啊，公众的舆论排山倒海，
太多的人支持和同情他，一时间全国上下都知道了他的名字，复仇之母登上了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很多人都表示Marianne 并不孤单，因为换作是你也会这样做的。1周之内，支持 Marianne 的一个协会就收到了10万马克的捐赠，用于支付他的律师费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也有些人批评他首先就是一个疏忽大意的母亲，这才给凶手留下了机会。而这的确也是 Marianne 内心最大的痛苦。他在等待审判的期间就有5次轻生的举动。在举国注目中1982年的11月，检方开始起诉 Marianne。他的法律团队想要证明这是一起激情犯罪，但是检方调查指出 Marianne 买了枪以后曾经在酒吧的地窖练习射击。另外他在法庭上掏枪开保险射击，显得一气呵成，动作迅速而流畅，所以一定是训练过。由此检方指控他故意杀人，如果成立的话，他将面临无期徒刑的判罚。二战后西德在1949年就废除了死刑，这也许是 Marianne 为什么一定要亲手杀掉 Klaus， 因为即使 Klaus 罪名成立，在司法体系里也不会被判处死刑。然而另外一种观点也十分的耐人寻味。一般来说被控谋杀的被告会尽量躲避摄影师，而 Marianne 却不会。其实当时也有很多人批评他在面对镜头的时候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而简单分析一下这个举动便不难理解。他从一个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突然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复仇母亲，她不再是个籍籍无名的酒吧女招待，而是一个为了女儿挺身而出的正义使者。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时，她彻底告别了柔弱的自己，变得美丽而凶悍。而顺着这种论调再进一步，就让人不免开始质疑，究竟是什么促使了 Marianne 亲自扣动了扳机呢？有一部关于 Marianne 的纪录片《巴赫迈尔案：无暇流泪》，这个编剧兼导演他的结论是Marianne 的生活在女儿被谋杀之前是毫无意义的。突然间，他发现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为了充分利用这个聚光灯下的时间，他需要一个宏大的姿态为他的存在赋予意义。他觉得Marianne 这样做是渴望得到关注呢，还是想在舞台中央停留更长的时间，谁也说不准。而最终的审判结果是法庭认为 Marianne 故意谋杀罪名不成立，他被判过失杀人和非法持枪罪，处以了6年有期徒刑。因为他仍有自杀的倾向，所以得在精神病院的监视下度过18个月，然后再到监狱里去服刑。最终Marianne 在1985年6月获释。关于这个判罚当时的民调表明了老百姓对这个事情分歧之大呀。27%认为判重了，25%认为判轻了，28%认为判决合适，其余的20%表示难以抉择，几乎是一个1:1:1:1的比例Marianne 在40多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他请了一位记者记录了他最后的日子。1996年9月17日 Marianne 在吕贝克去世，当时他只有46岁。尽管他希望葬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不想仅仅是以安娜母亲的身份被铭记，但最后他还是和他的女儿安娜长眠在了同一个坟墓里。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